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。今天怒买6个肘子，在家做肘子罐头，还买了个罐头封口机。这200多斤他俩从驿站扛回来，进屋就迷糊了，这体力还是不行。过2天就把石磨拉回来，再给他俩溜溜，然后调一个卤料。大锅菜吧就不太好掌握量，就闭眼睛放吧，生死有命，咸淡在天。完这些骨头拿院里给野狗错峰过年了，就这一大锅肘子给我炖直迷糊。我一度以为今天是我家杀猪办席呢。王同学问我说，一下炖这么多肘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快乐？这话问的就跟他没长牙似的。我快乐吗？我他妈快死了。完熬点猪油，这到罐头里，等吃的时候可香了。猪油熬得多也做罐头了，等哪天手刺挠了再整扒螃蟹，留着炒蟹黄，靠出来油梭子实在太香。等不了过年包饺了，咱们撒点椒盐，然后撒点白糖，然后撒点白糖，最后撒点白糖。这糖吃有点费油了。肘子呢，咱们给它切块分装，要确保每一罐都有大块的肘子皮，然后倒上汤给它入味儿。等油凝固了就可以分罐了。等我仨实在太饿了，寻思煮点方便，这都是之前囤的。现在拼多多回馈用户他们拿库存补贴的白象方便，1块钱就可以秒到4箱96袋。粉白象嘛，汤是真的很好喝。你像这个猪骨汤啊、辣牛肉汤啊、酸辣金汤呀，味儿都特别浓。趁现在活动还在，你们赶紧点评论区链接去抢啊，掏死它！然后交给罐头封口了，这个封口机实在是太好用了，全程用不上驴参与一点。完我让驴大帮把标签写了，但看起来他还没有准备好期末重文。然后这些罐头呢还要高温蒸煮一下，消毒杀菌。据说整好了那保质期能比我命还长。就这大肘子罐头，半夜饿了稍微给它加热一下，完再拌点晚上剩的米饭，不要命的再来一勺猪油。哎呦我谁看谁不迷糊呀？这一排一排的，你们以为只是我给我奶做的罐头吗？非也，这是我未来1个月熬夜的底气呀。大娘，方便面要不要？这里边有2个是我自己做的肘子罐头啊。没事，拜拜。我最近发现只用大米和水居然能做出来米线，这事儿我太想试试了。我从来也没吃过不放胶的米线呢。主要是我看了一个教程，它写的也不太难。它的原理呢是先想办法把馅米变成粘米粉，后面就跟做手擀面差不多了。我一看这个我行啊，但是奈何它人生无常啊。我们干了20个小时，但其实就干出来仨事儿。拉磨，冰了几瓶元气夏日限定的海盐水果，做米线失败。我后来半夜时候非常暴躁，因为之前不管做的好吃难吃，它起码有口吃的。你等今天这个，我们即将迎来的却是一锅热气腾腾的大米汤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教程，我发现这个傻作者好像是卖米线的，但是好在有粉了。我睡醒之后又研究了一下大姨和花花的教程，这回明显靠谱多了，但问题是它粘性够了，胶性不够。下锅之前都可好了，但一煮就碎了。后来我们又翻到了一个金点子，说把米饭蒸熟了，打成团再压面条。家里倒是有蒜捣的，但没捶2下，小胖就掉凳了。后来就拿地下捶去了，但是时间太晚了，怕这么捶把楼下老太太捶没了。然后为了减少地板的共振，就把我弟垫蒜捣底下了。但是这样有可能老太保住了，地没了，所以这个金点子我们也放弃了。看着这段直播的人，那纯属是掏上的。后来实在干不动了，好在昨天冰了几瓶新口味的元气，有海盐椰子、菠萝、柚子，可盐可甜，特别清新，果味也特别浓。夏天冰镇一下喝可太爽。主要它是0糖0脂0卡，喝了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后来有一个食品专业的学生给我们发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配方，但是我俩一起试了一下，在不加食用胶的情况下，还是没办法做出整根的米线。他后来还试图和我探讨如何能更优化，但我告诉他你个人干吧，我干不了。我给他普及了一个比较冷门的课外知识，我说哪怕是一头驴，它的阳寿应该也是有限的。做了2天2夜，我们到底还是没能只用大米和水做出一份米线。第3天上午，我们把这2天失败的米线都打扫了，做了3天2宿，做出一锅骨汤大米粥配肉酱。那赶小胖讲话了，我们本来是想做全网最真实的美食博主，但现在最多算是个最真实博主，我们做不出美食来了。我前2天买了几个可可果，寻思要到520了，在家做点巧克力。这可可豆发酵可太费事了，不能冷着，不能热着，完了时常还得给它通风。我一天就给它换2次热水袋和热贴。我心说这哪是发酵可可豆啊，这不他妈伺候月子呢吗？这点东西一共发酵了18天，完一打开那味儿，差点没给我爷俩送走了。我当时都想给这点玩意儿扔了，但转念一想，毕竟干了18天了，咱说心里话，就我们这强度，驴的一生能有几个18天呢？
给这豌豆烘干炒香扒皮，整完都半夜了。不过石磨一拿出来，我们又开始兴奋了。我寻思这点豆磨半小时肯定完事儿了，但是人生无常啊，石磨太凉了，那磨一磨就堵死了。完加热还怕它炸了，好在我留了个后手，我还买了个石臼，但我纯是脑瓜让驴踢了。我买这玩意儿太大了，8斤的棒水拎都拎不动。完了，我们用现有设备组了一道流水线，但就这速度磨呀，别说520了，7夕能吃上都算是烧了高翔了。后来我们开了个闭门会，史称513会议。在会上我们认定井里走的河里走不了，就赶紧给那石磨加热了。你说我也纳闷，怎么这家做个巧克力还跟生死挂钩了呢？不过石磨加热之后再磨就很顺滑了，但怕磨凉，屋里一直保持35度以上，我就先出来透透气儿，正好把福利发了。联合拼多多给粉丝做点福利，都是全新正品的苹果13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能抢到，你们赶紧冲啊！后来那点可可豆一共就磨出来这一碗巧克力酱，这还说天亮之前能完事儿呢。等磨完了，楼下做核酸都来了。这个巧克力脱模了还是挺漂亮的，但吃之前我算了算账，买可可果花了320，相当于100块钱一板巧克力。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么贵的巧克力呀，而且是用了20天01夜，冒着被炸的风险做出来的纯手工巧克力呀。然后我们就怕它苦啊，熬的时候还加了一管炼乳，后来尝了一口，我气啊呀，那叫一个干难吃啊！我们甚至吃的时候还蘸了点炼乳，那都不行啊，那嚼一口就跟吃了一嘴中药渣子似的呀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后来喝了一瓶黄振龙，都喝出可乐味来了。我最近发现红糖居然是甘蔗做的，我寻思这要在家也能做，那每个月就不怕肚子疼了。正好这几个老嫂子快到日子了，我今天买了200斤甘蔗。第一件事还是先上秤，但他竟然少给了我25斤。这张纸记录了善与恶呀！你就说这种卖家，他怎么让我在这迷人的互联网里继续投入真感情？然后给甘蔗搓个大枣，就准备给它蜕皮了。可能是最近总跟热带水果打交道的事，我们从来没干过这活，但是削皮却异常的熟练。削完这层皮，里边其实还有一层皮是单用榨汁的，但这层用刀就不好削了，就只能用胖了。削了皮的甘蔗先用锯给它拉断，然后用插菜板给它插成细蓉，这样等会儿好取汁儿。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4个加起来1个小时就能插出40-50根。我一看这不行啊，这不又奔天亮去了吗？必须得用点科技手段了。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我又买了5个叉子，我看粗一点的能不能快点。插到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快缺氧了，想吃点凉快的，就做了一锅炒酸奶，先精神精神。今天用的是 AMX 丹东草莓酸奶，这用的都是正宗丹东草莓，味儿特别浓，而且还是零蔗糖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喝还没负担。这一碗撒点坚果，哎，我吃太爽了。然后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3点10分的时候，我们准时撂蹶了，剩那几根说啥也不干了，胳膊都麻了。我连夜把那个良心卖家的差评都改成好评了，而且这盆里的东西我现在有点不能直视，这一捧拿起来，像不像把肉松和椰蓉放一起了？甘蔗和姜汁儿啊，正好这么一大锅，我现在都有经验了，这一锅最少6小时。然后想起熬椰子油的事儿，给我点启发，我这回先把明天早上的晚饭做出来，而且我看看这个红糖能不能抵得住海鲜的寒性。这锅糖水啊，熬了5个小时就很浓稠了，然后就生给它搅成太妃糖，这样就可以装模具了。后来冷却了，它居然真的变成红糖块了，这一大块看着多踏实，那老母牛肚子疼也够喝了。然后锅里还剩点嘎巴，赶紧盛出来给老嫂尝尝。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，因为我熬的时候只放了甘蔗汁和姜丝，那是不是说以后肚子疼的时候可以直接吃甘蔗呢？夏天终于来了，今天在家酿的水果酒，之前每年酿的少，到最后都不舍得喝。今年为了避免这个情况，我一气买了240斤水果。酿酒这活可比我最近干这些玩意省事多了，主要我们年年酿啊，那完全可以说是手拿把掐，信手拈来呀。我们甚至早上还订了一只烤全羊，那老板问我几点送，我当时斩钉截铁的告诉他，我说你5-6点钟不堵车给我送来就行。但是人生无常啊，我从6点之后一直在跟他重复一句话，哥们你别着急啊，过1小时咱俩再联系。后来收拾梅子收拾的实在是太闹心了，将近5000粒啊，们一粒一粒挑啊，整整干了7个小时。我后来一度看啥都是绿的，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，那屁股恨不得都钉凳上了，尿尿都不起来，但就是干不完呢。后来削菠萝的时候削的是鸡尾，本来那菠萝削完了能放半罐，但是我们削的就剩1/3了。这1/3能保住，也是因为后来把羊拉回来了。就这属于一个什么原理呢？那拉磨的驴累了，你给它挂一根胡萝卜，它多少也能坚持。
后来我们把剩的草莓和青梅都堆菠萝那罐里，好不好喝咱们就3个月之后见吧。我也从来没把仨水果酿到过一个酒罐里，但该说不说的，这颜色是真好看。这几罐呢看着太有夏天的感觉了。为了迎接这个夏天，我还在德物买了一双匡威。入夏买一双帆布鞋是我初中开始就惦记的事儿。正好最近德物搞活动，这个复古系列最便宜的是200多，而且全系列几十种颜色，每一款颜色都特别正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上德物搜狗粽还有专属的粉丝福利。后来给这盖儿盖上，这大工程可算是干完了。就这3泡酒啊，以我的酒量来说，我估计能喝到我出殡那天。等吃上烤全羊的时候，其实都早上4点多了，但是我们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把桌子搬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屋里，一个个目光呆滞啊，那烤全羊都吃不出啥味儿了。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搬东西，一直干到今天早上4点，心都突突了。以前每年酿梅子酒啊，感觉都是收获了夏天的第一份快乐，但那只是以前。